Hello，我是莹莹。然后今天这一期的话，我要跟大家分享温哥华全自动化轻轨怎么搭车、怎么买票。另外，顺便带大家去看一下，就是这边的车站样貌。SkyTrain 的话有3条线路，就是它的车型跟它的车站样子都长得不太一样。SkyTrain 有分3条线路，一个是 Canada Line 浅蓝色的这一条，一个是 Export Line 深蓝色的这一条。另外的话就是黄线，这个是 Manuel Line 千禧线。列车方向通常会用终点站标示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它很像台北捷运，有高架也有地下轨道，但列车长度稍微短一点，就是有点像木栅线那样子稍微短一点的车厢。所以说，如果尖峰时段的话，通常车厢会挤满人。这里的线路交汇点比较少，所以在转乘的时候，就是你要特别看一下，因为像这个的话是可以站内转的。这个也是可以站内转的。像 Waterfront 这一站的话，它就是要先出站才能再转蓝线或者是浅蓝线。这里的交通卡呢叫做 Compass 卡，你可以用它来搭轻轨，然后海上巴士跟一般的公车你都可以搭。它一样是实体卡片，你也需要到它的 SkyTrain 的那个车站去买，或者说到它配合零售商去买。有可能会在 London Drugs 或 7-Eleven 里面可以买。但是具体的地点的话，你可能要上他们官网去查一下。另外呢，它其实可以线上购买，但是线上买的话，它会邮寄到你家，所以你可能买完之后，我看它网上是说大概要等个10天，它才会寄到。那如果你很急的话，建议你还是直接到它车站去按那个机器直接购买。当然，如果你只是过来这边旅游个几天，你不想要再买另外一张卡，因为它光空卡就要6块加币，然后不算在它的那个旅途费，所以你的旅途费就是要额外再加值。你可以用现金去买，或者是说你可以用 Visa 卡、Visa 信用卡或是 Visa 的 debit 卡直接刷卡进站的出站，因为它那个卡就等同于现金价格。那使用它的 Compass 卡呢，就是有90分钟的转乘优惠，就是90分钟内，不论你换成不同线路，或者是说搭公车、海上巴士，那都是有那个优惠的。当然，不论你是用 Compass 卡，或者是说你用信用卡刷卡进站，都是要进站刷1次，然后出站也要刷，因为他们这边是计算你的那个区域，有点像是计算里程的概念呐。所谓的分区计价，是因为他们的线路都非常的长，所以他把它整个温哥华区域呢分成了3大块。白色的这个最浅色是1区，浅灰色这个的话是2区，然后接下来的话旁边周边的话是3区。所以你在搭乘捷运的时候，你记得要看一下你要抵达的站点是在哪一个区域，因为它跨区的话票价会不一样。那我这次来到温哥华，我并没有买那个 Compass 卡，因为之前去多伦多买了 Presto 卡，然后去蒙特楼又买了 OPUS 卡，然后在温哥华那时候想说啊，还要再买一张卡，我就觉得有点麻烦，而且再加上我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再来温哥华这边，所以这次我是直接刷我的 Visa debit 卡，然后进站出站，就是等于就是现金价格啦。那我透过他们的官网大概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储值方式，一种就是直接到他们车站会有那个机台，然后你就直接按说你要储值多少钱，或者是说你要储值变成月票或者是日票。因为它就是有好几种可以让你选，就变成说你就挑你自己喜欢的。另外的话，我看它的官网上面的话，可以设定那个自动储值，就是你可能低于多少钱，或是每个月什么时候，然后它会帮你自动加值进去。对，如果你是长期待在这里的话，可能那个会比较方便。它里面还有不要动哦。这里面。这个卡是不是可以刷2次啊？哪个卡？我进站出站都要刷。没有，就是可以2个人用1张卡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哎，2个人不能用1张卡。这个卡是要卡费是吧？卡费6块，然后它是可以退的，但是要去那个 Waterfront 那一站退那个卡。关键我也付不了，这个是。这样。在这里的地铁入口，我觉得相对于多伦多跟蒙特楼明显很多，有独立的建筑物或者是出入口，很像台北捷运的那种出入口，你很容易就看得到它们。那怎么查询那个班车的实时状态，就是几分钟会到这件事情？大家在这里一样可以用 Transit App， 就是我之前在介绍多伦多交通那一期有跟大家讲到那个 Transit App， 然后影片连结的话会放在左上角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看看。
Waterfront 这一站呢，外观比较古典，看起来很像以前都市的建筑物。里面呢，它其实多铁共构，有我们所谓的捷运，然后还有它的火车，外加还有渡轮等等。这一站的转乘方式就是要先出站才能换线路，不能在站内转。哦，它可以到 C box 哎。进站之后，左边是往 Expo Line， 右边则是往 C box。还有 coaster， 我看它可以一路接船啊，然后接快线。Lohe Town Center Station 这一站呢，就是直接到对面的月台换乘就好了。我有挑选几个站去录制它的内部跟外观，那接下来大家可以好好欣赏哦。温哥华相较于我之前去过的其他几个城市，它比较现代化，可以透过窗外的风景看到非常多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、玻璃帷幕。站外的装置艺术。这个地方我是透过 Skytrain 的网页找到说这里有装置艺术，所以来看看。但是我觉得它跟它的照片真的差蛮多的。
越往这种山区啊，就越是郊区，因为它渐渐的远离downtown的部分，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西洋式的平房，看起来也比较像国外。那什么叫做 C bus 呢？其实简单讲，它就是渡轮，它是连接那个温哥华downtown到北温哥华的一个海上的船。那以前那个狮门大桥没建起来的时候，因为狮门大桥是连接那个downtown到北温哥华的一个跨海桥梁，其实渡轮是非常繁荣的。那后来它建起来之后，大家就会开车嘛，然后外加上公车可以到，所以就变成说它的渡轮的轮船数渐渐减少。然后目前的话，大概好像每15分钟一班，也算蛮多的，我觉得。从这张 C bus 的地图上，你就可以看出来，它只有 Waterfront 到 Longstay Key 这一段而已。也就是说，它其实非常的短。你当然也可以选择开车从狮门大桥过去。我觉得从 Waterfront 站要走到 C bus 可以乘坐的地方，要走很长一段路，因为它这个连通道其实蛮长的。公车的话，我觉得差别都不大，跟多伦多、蒙特和魁北克都一样，只是外形有差而已。那对于我前面介绍的温哥华的交通，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给我，我会尽可能的回答你们。另外，我会放一些相关的链接在资讯栏里面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点来看看。那希望大家来温哥华自助旅行的时候，可以很轻松的搭乘交通，因为我觉得它跟台北捷运很像，台北捷运加上桃园捷运很像，因为它有高架也有地下，站内转换乘啊，然后标示啊，其实都蛮清楚的哦。加值机其实它有中文，所以其实大家也不太用怕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频道的话，欢迎订阅并点赞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